你知道嗎？今年馬年春節最離譜的事，莫過於全網刷到的老外們。以前來中國，老外們個個都是打卡式旅遊，拍張長城故宮合照就溜，仿佛來中國只為完成世界景點打卡 KPI。可今年，這幫老外像是解鎖了新玩法，集體放棄走馬觀花，扎堆鑽進中國的大街小巷，把中國年過得比咱們還投入，甚至直接把來中國過年衝上了外網熱搜，主打一個沉浸式蹭年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際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，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據多家旅遊平台統計，今年春節前後短短2周，外國遊客的春節假期機票預訂量同比暴漲超4倍。上海、廣州、北京、成都成了老外們最愛的入境首站。畢竟這幾個城市航線密、交通順，關鍵是年味夠集中，不用瞎跑就能感受到最地道的中國年。最誇張的是阿根廷遊客。預訂量同比直接翻了9倍，相當於去年1個人來，今年9個人組團衝。荷蘭、西班牙、英國等歐洲國家的遊客預訂量也普遍漲了2倍以上。以前少見的南美、中東遊客，今年也紛紛把目的地改成中國。一時間，國內各大城市的街頭隨處可見說着不同語言、舉着手機拍紅燈籠的老外，恍惚間還以為自己出了國。成都一位酒店工作人員的分享更有畫面感。他說，今年春節酒店天天滿房，翻訂單才發現，每天差不多1/3的客人都是老外，而且這幫老外不只是住幾天就走，從除夕到元宵，很多人直接延長停留時間，看樣子是鐵了心要把中國年的全套流程體驗個遍，估計回去都能給家鄉人當中國年講解員了。說真的，老外們的投入程度真的超出想象。北京的廟會裡有老外跟着大爺大媽搶糖畫、猜燈謎，雖然看不懂燈謎，卻憑着蒙題技巧玩得不亦樂乎。廣東的形式表演現場，老外們擠在最前面，舉着手機全程跟拍，形式靠近時比咱們還激動，嚇得連連後退，又忍不住往前湊。哈爾濱的冰雪大世界裡，老外們裹着厚棉襖，在冰雕前擺各種姿勢拍照，嘴裡還不停念叨 amazing， 仿佛第一次見到冰雪的小朋友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這幫老外還被中國家庭反向投餵，街頭巷尾經常能看到熱情的中國人拉着老外一起包餃子、貼春聯、吃年夜飯。有老外第一次收到紅包，激動得像個拿到糖果的孩子，舉着紅包到處炫耀，估計心裡在想，中國年也太好逛了，不僅有吃有喝，還有紅包拿。還有老外穿上漢服，在古城燈會下拍照，對着鏡頭反覆說，太不可思議了，那語氣比咱們第一次去國外旅遊還誇張。說到這兒，必須提一個超暖心的小插曲，也是能搜索到的真實場景。We'd like only we're here before taxi. Where do you want to go? 21 station. 此時的老外估計心裡在想，中國軍人也太厲害了，不僅能保衛國家，英語還這麼流利。其實不止舟山、北京、上海等城市的執勤軍人也經常會遇到老外問路，個個都能用流利的英語指路答疑，既展現了軍人的風采，也給老外們留下了滿滿的好感，算是中國年裡一道特別的風景線。除了逛吃玩，老外們還迷上了中國限定消費，主打一個來都來了，必須帶點特產走。阿爾巴尼亞的遊客專門選購中國傳統服飾，說要回去當婚禮禮服。阿根廷遊客搶着買馬年元素的香包，打算當新春禮物送給家人。上海南京東路的智慧產品店裡，阿聯酋、沙特、美國的遊客圍着折疊屏手機挪不開腳，估計是覺得歐洲買不到，中國限定太香了。老外們之所以這麼痴迷中國年，其實原因很簡單，在很多國家，節日早就變成了單純的商業消費，氣氛越來越淡。可中國春節不一樣，它不是一場刻意舉辦的活動，而是一整套延續了幾千年的生活方式，家人团聚的溫暖，貼春聯守歲的儀式感，街頭巷尾的煙火氣，陌生人之間的善意，全都真實可觸。更讓他們震撼的是春節的規模，14億人同時進入節日狀態，城市裡
紅燈籠掛滿街頭，煙花滿天綻放，農村裡張燈結綵，家家戶戶貼春聯、放鞭炮，北方吃餃子，南方吃年糕，不管身在何方，大家都在過同一個年。這種全民團圓的場景，放在全球任何一個國家，幾乎都難以想象。也難怪有外國網友評論說，中國春節不像節日，更像一場文明級的慶典。看完老外們扎堆來華過年的熱鬧場面，估計有人會問，以前來中國簽證辦起來又麻煩又費時間，這幫老外怎麼突然說來就來？答案很簡單，全靠中國免簽政策的神助攻。根據國家移民管理局2025年的數據顯示，去年全年外國人出入境總量達到8203.5萬人次，同比增長26.4%。這個增長速度說是爆發式增長也不為過。其中免簽入境的外國人就有3008萬人次，佔了全部入境外國人的73.1%，同比增長接近50%。簡單說就是每10個來中國的老外就有7個是免簽入境的，不用排隊辦簽證，買張機票就能來。可能有人對這個數據沒概念，小編舉個例子，2025年上海接待的入境遊客創下了歷史新高，超過936萬人次，比2024年增長近40%，甚至超過了2019年的897萬人次。北京也不示弱，去年接待入境遊客548萬人次，同比增長39%，入境旅遊花費更是達到505.6億元，同比增長44.7%，人次和消費雙增長，這背後免簽政策功不可沒。而且咱們的免簽朋友圈還在不斷擴容。2025年，我國單方面免簽的國家增加到了48國，互免簽證的國家也擴大到了29國。以前辦簽證要跑斷腿的國家，現在只要拿着護照就能直接來中國，想想都方便。更貼心的是，240小時過境免簽政策也升級了，適用國家擴大到55個，適用口岸增加到65個，真正實現了周五下班飛中國，周末晚2天再走。對於想短期來華體驗的老外來說，簡直太友好了。除了免簽，入境便利化措施也做得很到位。以前老外們來中國最頭疼的就是支付，現在不一樣了，國際支付方式的接受度越來越高，還有即買即退的退稅服務。老外們不管是逛街購物還是吃小吃，付款都像在自己國家一樣絲滑，再也不用到處換人民幣找零錢了。國家網信辦等11部門還專門印發了文件，提升境外人員入境的數字化服務便利性。不管是手機支付、地圖導航還是酒店預訂，老外們只要簡單操作就能輕鬆搞定，再也不用因為不會操作而犯愁。小編猜測，這也是越來越多老外願意來華過年的原因之一。畢竟誰也不想在旅行中因為各種不便影響心情。可能有人會問，免簽政策放開會不會不安全？這點完全不用擔心。2025年，全國移民管理機構一邊優化便利化措施，一邊嚴厲打擊妨害國邊境管理的犯罪，全年偵辦相關案件1.89萬餘起，抓獲犯罪嫌疑人5.46萬餘人，還破獲了438起毒品案件，繳獲各類毒品6.09噸，查繳槍支2098支，既能讓老外們輕鬆入境，也能守住咱們的國門安全，做到了便利與安全兩不誤。而且免簽政策的放開也不是一刀切，而是有針對性的優化。比如為了方便東盟國家的遊客，我們實施了東盟國家旅遊團入境雲南西雙版納免簽政策。為了吸引歐洲遊客，去年年底我們不僅延長了45個國家的短期免簽政策，還把德國、巴西以及部分東南亞國家納入了免簽範圍。就連英國公民現在也能免簽入境中國30天，難怪今年歐洲遊客的增長速度這麼快。除了免簽，各地也在發力，推出了各種面向國際遊客的定制化線路。北京推出了10條馬年春節入境旅遊主題線路，兼顧歷史感和煙火氣。上海推出了2570項文旅商體展聯動活動。春節期間還有12艘次郵輪抵離海南，作為封關運作後的首個春節，推出了165項文旅活動，讓老外們既能避寒又能體驗中國年，簡直太會了。其實2025年的免簽成績單不只是一串冰冷的數字，背後更是中國的開放與自信。
以前是中國人爭先恐後走向世界，現在是世界主動走進中國。這種變化離不開中國的發展，也離不開免簽政策的持續發力。經濟的發展給了我們開放的底氣，便利的政策給了老外們來華的勇氣，而濃郁的文化給了他們留下來的吸引力。今年春節，老外們扎堆來華過年，就是最好的證明。免簽政策讓他們不用再被簽證束縛，能輕鬆走進中國，感受中國的年味與溫暖。而中國的春節也因為這些老外的到來變得更加多元，更加熱鬧。相信再過幾年，隨着免簽朋友圈的不斷擴容，會有更多老外願意來中國過年，來中國旅行，感受這個東方國度的魅力。而這也是中國文化影響力不斷提升的最好的體現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